大家好，今天要来画放在柜子里面很久的远见指挥官。这次也是用 Slap Chop 涂法。干扫前可以先用底盘边缘试一下，确认好笔毛上没有太多漆，就可以刷在棋子上。用灰色把整个已经喷好黑色补土的棋子干扫一遍。干扫的时候要保持住同一个方向，从上往下，从左到右，保持着整体效果一致。干扫黎明之任何盾牌，从下方用手托住会比较好去施力。然后把背面和底盘都小心干扫好。灰色干扫好的效果是这样。下手太重，2个喷射器不小心断了，大家最好分开涂装，不要重蹈覆辙，影响不大，涂好粘回去就好了。接着用白色来进行干扫，把凸起和朝上的受光面提亮。执笔的手可以拿在笔杆高一点的部分，轻轻的一下一下把白色刷在棋子上面。刀刃的部分要重点的干扫一下。2个喷射器也要找对方向，把朝上的地方干扫提亮。整体都干扫好的效果是这样。战斗服头部我分开了，用灰白色补土喷灌上色。接着用灰棕色对比漆把战斗服的主要骨架进行上色。指尖的骨架也点一点灰棕色上去。小腿基本是外露的骨架。接着小心把盾牌上的符文用灰棕色上色。然后远见的标志和六角形符文也画个灰棕色底色。喷射器的出气口和机械结构也是用灰棕色来上色。把内构画好，就可以用红色对比漆给战斗服的主盔甲进行上色。笔尖多沾1.7，一气呵成画好一个部位。对比漆从瓶子里倒出来，不用稀释，直接厚厚的涂一层在棋子上就可以了。内构附近的盔甲要小心的进行上色，尽量不要把漆沾在画好的骨架上面。红色的部分很多，不要急，慢慢把每一块装甲小心涂好。之前用预喷高光画过一次远见配色，这次圣诞包估计也有不少人会入坑泰帝国，所以做一期 Slap Chop 的版本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。盾牌也小心的用红色涂好。战斗服上的圆形标志避开不涂，后面另外上色。喷射器也小心涂成红色。接着用暗黄色把圆形标志上色。飘带干扫在上色的话效果有点暗，先用白色来薄涂2遍。等白色干透以后，就可以用古色对比漆来涂。接着用黑色对比漆给刀柄和护手做个分色。战斗服上有一些能量发光的细节，先用一支小笔把白色渗到刻线里面，
炮口和黎明之刃上的细节也是同样点上白色底色。如果不小心画出界，可以立刻用手指把白色漆擦走。等白色干透以后，就可以用浅蓝色对比漆来画出蓝光的效果。带着六角形护符和黎明之刃的欧肖瓦，大家觉得他是泰帝国的英雄还是叛徒呢？刀上的小细节，另外用粉色对比漆点一下。喷射器上的格栅细节，也是先用白色画底色，再用蓝色对比漆来上色。画得不规整的部分，用深灰色来调整一下。到这里，本体基本完成。头部喷上灰白色水补涂以后，用棕色洗漆涂一遍。等洗漆干透，就可以用白色干扫一下，这样就可以简单快速地做出不错的白色装甲。把监视器用蓝色点一下头部就完成了。最后快速画一下造型底盘。花朵用湖水绿对比漆来上色，接着用深棕色来画树枝，然后把地形泥用褐色和棕色自洗一下，两款自洗漆在底盘上交错施混，做出自然复杂的地形效果。最后把各个部位组装起来。视频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一键3连支持一下。再在底盘上粘点草垛上去，这么大的底盘，用一套4个颜色的 Gamer Grass 草垛正好合适。泰帝国远见指挥官完成，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，我是普塔，一起探索有趣实用的涂装技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